大家好，我是财先生，欢迎来到财商成长频道。提到马斯克，很多人第一个会联想到就是特斯拉电动车，但其实马斯克涉足的领域非常多，从以前的在线支付到电动汽车特斯拉，再到航天火箭、卫星通讯星链，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家来说，只要在这里面其中一个领域成功就非常厉害的。而马斯克的公司在每一个领域都是佼佼者，这些公司未来的价值可能比特斯拉还要高。而马斯克是如何能完成这些壮举的呢？有一次演讲时，主持人问他，为什么你能够在不同的领域都能够取得成功？他想了想说，可能是我掌握了第一性原理吧。第一性原理这个概念从此开始火热起来。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什么是第一性原理，如何用这个概念让我们看清事物的本质，并且达到人生的目标。对了，在影片开始前，容我说明一下，这个频道是帮助大家提升财商思维，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如果你有兴趣，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你将不会错过财富的免费讯息。好了，那么我们进入正题。什么是第一性原理？简单来说，第一性原理就是一种演绎法的思维方式，主张回溯事物的本质，然后再一层一层的往上推，重新的建构一个新的赛道。但你可能会问，这一类的思考方式有什么好处呢？答案是，它能带来颠覆性的创意。事物的改变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对于系统内部的改变，最多只能带来 80% 的效益。第二种是改变整个系统，另开一个新的点子，从而创造出巨大的效益。大部分的人普遍上用的是类比法，就是在原有的经验上进行优化的思考方式，属于第一种的改变方式，效果虽然很迅速，但很难带来颠覆性的创意。而第一性原理则是从原点出发，剖析事物的本质，对整个系统进行的第二种改变方式。话不多说，今天我们便来分析一下马斯克最为经典的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火星移民计划。马斯克开始寻找向太空发射卫星的机会，但也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火箭发射太贵了，购买一支火箭的价格是6500万美元。在这个造价基础上，任何需要大量发射火箭的商业计划都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由于造价昂贵，马斯克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们看看第一性原理怎么思考。火箭是由什么制成的？航空航天级铝合金加上一些钛、铜和碳纤维。然后这些原材料需要多少钱？事实证明，火箭的材料成本大约占 2%， 也就是说，发射火箭在理论上是有可能降低成本的。所以与其花数千万美元购买火箭，马斯克决定创建自己的火箭公司，自己购买原材料，自己制作火箭。几年之后，马斯克还真的做成了。这家公司也就是在航空界家喻户晓的 SpaceX。那我们回头来看看第一性原理，大概有以下3个步骤。第一，归零，不要被过往的经验主义、一些观念或者脑中的一些常识给影响，回归到事物最底层的基点上。简单来说，就是把脑中的先入为主的观念通通给归零。第二，解构，使用物理学或者数学等较为客观的方式来分解现象，最终找到可以改变的突破口。第三，重构，从最底层的基点上再一层一层的往上推，重新的构建出一条赛道，一个新的模式，来实现弯道超车。第二个案例，特斯拉的电动汽车。特斯拉在开发电动汽车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电池成本太贵了，每千瓦就需要耗掉600美元。这时候市面上很多的权威人士都声称电池行业基本上到达了巅峰，并没有太大的改进空间，根本就不可能用更低的成本生产出电池来。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这时候的你是马斯克的话，你会如何做呢？其实如果是通过归纳法的分析，大部分都会选择放弃，因为不论是过去还是当下，都不曾有人成功的降低电池成本。换句话说，通过归纳得到的规律会告诉你这个事情没办法做。但这时候马斯克是怎么做呢？第一，归零。很明显的，他并不认为市场上的权威专家们所说的，而是回到了问题的原点，打算重新的打造低成本电池。第二，解构。接下来马斯克经过研究分析后，发现电池是由碳、镍、铝还有一个金属罐组成的，这些都是构建出电池最基础的组成元素。第三，重构。在找到事物的本质之后，下一步他去伦敦交易所购买这些金属原物料，然后再由团队把这些金属原物料组装成电动车的电池，从而使其功效是原来电池的6倍，而且精简制作流程，续航能力上也增加 20%。就这样，随着不断的进行优化，最后成功的把电池价格降到每千瓦80美元的程度，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公司。
就是因为这第一性原理的思维模式，让马斯克解决了非常多看似不能解决的问题。马斯克认为我们大多数时候都生活在类比之中，什么意思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明白了。我们经常听到媒体会批评现在科技创新不足，他们常用的例子就是50年前的科幻电影里就有会飞的汽车，到了现代，其实我们已经有了，它们就叫做飞机。我们被会飞的汽车这个词给限制住了，脑子里想象的就是看起来像汽车一样的东西在天上飞，但其实忘记了会飞的汽车本质就是交通运输。也就是说，我们习惯使用类比思维，过度关注外表的形式，但往往忘了这个东西的本质是什么。而第一性原理就是帮助我们像科学家一样，从物理学的角度去思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一层一层的推演，最终掌握该领域的知识内容。说到这里，你可能还不太明白，我们现在看到特斯拉会觉得汽车电动化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发展趋势，但如果倒退到20年前，当时的人觉得电动车是不可能做成。先不说电动车实际应用的好坏，光是电池成本就降不下来，再加上其他的成本，这个整车的价格是不可能被市场接受的。面对这个难题，有人是这么想的：电池以前就是那么贵，它未来也会那么贵，不会变得更便宜。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们就困在了这个思维中，永远无法解决问题。而当时的马斯克就脱离了这个思维框架，回到了这个问题的本质上，掌控原材料，重新研发新的电池，就能顺利的控制成本。这就是第一性原理的思维模式。马斯克就是这样思考的。他和自己的团队分析电池组成，将电池研发进行结构，然后重新思考，再重构这些组合，打造新的电池，实现了从本质上降低成本的目标。这些创新最终导向一个结果：更大的电池容量，更低的生产成本，更高效的生产效率。也是这样的电池创新，使得特斯拉在电动车的赛道上拥有了区别于其他企业资本，成为行业中的领先者。同样的思维方式，在马斯克火星移民计划中也可以见到。先说说为什么马斯克要移民火星，他的理由非常有意思。马斯克认为，历史上地球已经发生过5次物种大灭绝，每一次都有大量的物种灭绝，历史上的物种种类有20亿之多，到今天却寥寥无几。而根据历史做一个推演，未来5000万年内很有可能再发生一次地球物种大灭绝。面对这种情况，马斯克认为人类要成为多行星生物，也就是说，地球不是人类永久唯一的家园，未来的人类将会栖息生活在多个不同的行星上。那最适合的地方是哪里呢？目光所及的地方就是火星。这就是他讲的移民火星的意义。他还有一个具体的目标，2060年要帮100万人移民火星。马斯克计算，如果有100万人到了火星上，足以帮助人类繁衍下去，即使地球被毁灭掉，那100万人也可以继续在火星生存，或者移民到更远的地方。要实现这么远大的计划，就是要把第一步火箭发射做好。在马斯克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火箭发射之后就是一去不复返，但马斯克根据第一性原理提出质疑：汽车可以重复驾驶，轮船可以重复出航，那为什么火箭不能重复升空呢？这就好像我们买了一部手机，用过一次没电之后就直接扔了，这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这就使得火箭的成本非常的高，浪费钱又浪费资源。这么高的成本还怎么实现移民火星呢？所以借着来自门外汉的天马行空，马斯克的 SpaceX 出现颠覆以往的创意，让火箭变得可以回收，可以重复使用，这样又再一次的降低火箭飞行的成本，让这个太空梦变得可触及一点。在当时看来，这样的火箭回收技术非常遥不可及，但是马斯克没有被现有的技术限制住思维，他想的就是从中找到问题的本质，再从本质上出发重新思考，提出创意的新想法，进而回归到生活。这里我扯远一点，用第一性原理去思考，还可以瞬间看透事情的本质，避免被诈骗。现在社会常常充斥着诈骗，到处都有人被骗，到处都是资金盘。今天如果你用第一性原理去思考，只要有人跟你讲投这个项目，然后100%赚钱，基本上就不用再往下听了，一定是诈骗的资金盘。不管他跟你说什么动态啊、静态啊、什么全返还啊、什么返利啊，那就是诈骗资金盘，就这么简单。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凭什么盈利？为什么你钱投了，它能够给你30%的回报？上市公司都赚不到30%，即便是巴菲特去年投资回报率也只有 2.4%。资金盘凭什么给你30%？这不合逻辑啊！如果你今天是价值投资者，你应该坚持第一性原理思维，从本质上理解价值投资，
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第一性原理思维，它是一个根基的命题或者假设，这个原理不能被违反。简单来说，在一个逻辑系统中，某种陈述有可能被其他条件推导出来，而第一性原理就是不能从其他任何原理中被推导出来的。它是决定事物最本质的不变法则，是天然的公理，是思考的出发点，是不用类比或者借鉴的思维来猜测，而是用本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出发来看问题。这个思维可能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来练习，但是当你慢慢培养起了这个思维，以后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这一个过程可能就只是一瞬间的事。它不仅可以帮助你达到财富自由，还可以让你看穿事物的本质。以上就是第一性原理的思维模式。这支影片对你有什么启发或价值呢？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哦。最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带来一点价值的话，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出去，把这价值也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他们也能跟你一起成长。我真心的祝福各位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并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欢迎你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我是财商思维轻松学的财先生，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